真是翻了天了啊！一个小小的巴拿马，竟然敢把咱们中国人经营了快30年的港口直接给抢了，这哪是什么政府行为啊？这分明就是土匪下山啊！更气人的是啊，这帮人啊，连遮羞布都不要了，直接把咱们的人扫地出门。这背后要是没人在那边递刀子，打死我都不信。今天呢，咱就好好扒扒这出吃中国饭砸中国锅的无耻闹剧，看看这帮强盗到底想干什么。就在2月23号，巴拿马政府突然翻脸不认人了，直接派了一帮人强行接管了咱们香港长和集团在那边运营的2座核心港口。那个场面简直比这个电影里的黑帮还要嚣张把咱们的管理人员直接扫地出门了，连个门禁卡都给废了，电脑都给封了这叫什么？这叫连遮羞布都给扯了直接明抢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中国在海外那些买卖已经被人盯上了，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在这个事儿发生之前，长和集团呢那是百般隐忍想着和气生财，别把事儿给做绝了。2月12号、19号连续2度给巴拿马当局写信，那个姿态放的叫一个低，跟他们说，兄弟，这个港口的经营权咱们可以重新谈嘛，租金条款都可以商量别伤了和气。结果呢，人家巴拿马那是铁了心要当强盗这些信件就像扔进了大海里，连个响都没听见。人家压根儿就没打算跟你谈，人家就是奔着白嫖来的。在这个战略上那是根本没打算给自己也没有打算给咱们留退路。咱们来看看他们抢港口当天的画面巴拿马政府派去的人大摇大摆地冲进了港口的办公室和这个码头的指挥中心，不仅当场把咱们的中资管理人员的权给夺了，甚至还下了极其恶劣的行政命令。他们指着港口所有的员工威胁说，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立刻脱离中资公司的管理，谁要是敢不听话，谁敢不配合我们，立马送你们去接受司法调查，直接送去踩缝纫机。这个局势简直就是一夜之间变了天最让人恶心是什么呢？是这帮人玩了一出极其下作连环计。春节之前，巴拿马总统呢还假惺惺的放风，拍着胸脯保证说，放心吧，我们不会强行接管码头的，大家都是文明人。当时咱们这边还真信了这头狼的鬼话，结果是万万没想到就在大年初七，就在咱们准备复工的前一天，他们突然痛下杀手，搞突然袭击。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因为他们心里面有鬼他们怕中资企业知道了以后反抗，怕咱们一怒之下把这个码头的基础设施给砸了，给毁了。大家切记一个极其关键的点美国人和巴拿马人他们要的是一个设施完备能立刻生金蛋的现代化码头，而不是一堆破铜烂铁的废墟。为什么呀？因为现在的这帮美国人和欧洲人早就不是当年的基建狂魔了，他们现在连个超重型的龙门吊都造不出来。全球最顶尖最重型的龙门吊只有咱们中国能造。他们就是算准了这一点让这个中资企业呢辛辛苦苦的出钱出力把这个港口建的是漂漂亮亮的。等这个果树终于长大了，要结果子了，这帮强盗突然下山来摘桃子了。这就是赤裸裸的杀猪盘先是呢用花言巧语稳住你，等你把这个钱投进去，然后用偷袭的手段再把你踢出局，简直就是不要脸到了极致看到这儿肯定有人会纳闷，巴拿马这么个弹丸小国借他个胆子，他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抢咱们的东西你往他背后看那个躲在阴影里牵着狗绳的，除了那个号称世界灯塔老美还能有谁大家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一点现在的美国对付中国呢已经不是在亲自下场肉搏了，他现在的战略就是躲在背后疯狂的拱火，命令他手底下那群跟班爪牙们直接对咱们的海外利益开战。不光是这个荷兰在光刻机上卡咱们脖子，现在这把火已经彻底烧到了拉丁美洲。美国现在的战略重心
正在疯狂的往自己家门口收缩。他们重新祭出了那个臭名昭著的门罗主义大旗。什么意思啊？就是把整个美洲都看成是他们家不可侵犯的后花园和私人领地，谁敢在这儿动土他就跟谁拼命。你看看那个2026年刚开年，美军都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他们在加勒比海大规模的调动兵力，直接派特种部队把人家马杜罗夫妇打包带走，说要在美国接受审判。这一棒子打下去咱们中国在委内瑞拉投资的超过600亿美元的石油资产立刻就悬了。紧接着就是巴拿马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让最高法院出面，硬生生把咱们长河集团合法运营了多年的合同裁定为违法。原本白纸黑字的国际商业契约，在强权政治面前瞬间变成一张擦屁股纸。这还不算完，秘鲁那边紧跟着发生政变，侵华的总统被国会弹劾免职。咱们投资了35个亿的前开港项目，现在也是悬在半空中，前途未卜。你看看从拉美到欧洲，咱们这几年真是看的太多了。欧洲那边立陶宛这个跳梁小丑宁可拿咱们的核心利益去换西方的狗粮。总理就算知道撞了火车头，也死鸭子嘴硬。德国外长呢，在大年初一公开傲慢的表示宁选美国不选中国。波兰自行终止中欧班列，柬埔寨阻挠德重复运河，尼日尔强占中资酒店。这一桩桩一件件表面上看是各个国家在发疯，但是其实背后都指向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共识。在国际社会长久以来的偏见里他们依然觉得美国惹不起，中国好欺负这些小国一方面呢像吸血鬼一样靠着中国的钱搞基础建设拉选票，另外一方面一转头就像这个美国摇尾乞怜。在他们那套极其现实的生存法则里美国的航母能要他们的命，美国的金融制裁能让他们破产，而中国呢，中国只会跟他们讲道理讲互利共赢。在丛林社会里你只会给点饭吃，不摆威风，不露出獠牙，人家不仅不会感激你，反而会把你当成一个没有底线可以随意勒索的自动提款机。咱把这个视角拉长看看历史，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咱们今天遇到的困局历史上早就有过极其惨烈的预演了。大家想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德国，你就全明白了。当年的德国工业产能也是极其强大的，但是国内市场消化不了急需向海外突围。德国人一开始他也不想打仗，他们想的是通过经济手段解决问题。于是呢，他们就抛出了一个极其宏伟的计划——巴格达大铁路。那这条铁路它要是修成了，德国的货就可以直通波斯湾，那德国就牛了。但是那个时候的世界霸主英国人能眼睁睁看着你做大做强吗？绝对不可能在英国人的疯狂挑拨离间下巴尔干火药桶被彻底点燃了。战争一爆发，直接带来的后果是什么？第一，直接切断了德国这条经济生命线，铁路是彻底黄了。第二，把德国的盟友体系给拆散了。当这个经济发展被堵死，当所有的和平手段都被堵死，那么极其残酷的战争就变成了最后也是唯一的选项。我举个例子可能听起来有点极端，但是咱们现在的局势真的是不容半点乐观大家看看现在的荷兰，再看看现在的巴拿马，在这个美国的疯狂怂恿下这帮走狗国家呢，已经彻底的歇斯底里丧心病狂了。我们释放的所有善意，我们所有的外交谈判，我们讲的所有的道理，全都被他们踩在了脚底下摩擦他们最终的底盘已经亮出来了，就是明抢。那面对这种直接掀桌子的流氓行径我们还能怎么办退一步海阔天空吗？错，在这种丛林法则里你退一步迎来的绝对不是海阔天空而是万丈深渊。2020年中美安克雷奇会谈的时候，咱们中方代表掷地有声说过一句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这句话标志着咱们中国外交态度的历史性转变。但是光有嘴上的强硬还不够，咱们必须得让这帮流氓看到咱们手里的打狗棒。事实已经一再证明了，行善不一定能换来尊重，花钱也未必能迎来敬畏。
一个大国的威仪从来都不是靠送钱送物当老好人堆出来的。美国的威严是怎么来的？那就是靠他满世界溜达的航母舰队，靠他随时能切断你外汇的金融霸权，靠他能让对手付出惨痛代价的硬手段打出来的。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在这个丛林法则依旧横行的国际社会里只有敢于亮剑，敢于见血，才能彻底打破中国好欺负的这种荒谬错觉。巴拿马这次敢强抢咱们的港口，咱们就必须采取极其对等的雷霆万钧的报复手段。如果你咽下这口气，如果你不对等报复，那么这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一样，没完没了啊！咱们得重新塑造国际社会对咱们的认知，得画出一条带电的高压红线。要是有人敢在背后捅咱们一刀，咱们就果断断掉他所有的资金和合作。如果有人敢动咱们1分钱的海外资产，咱就必须动用贸易、金融乃至一切可以动用的雷霆手段，让对方付出10倍、100倍的沉重代价，让他吃出去的连着血一块吐出来。咱们得让这个世界清醒认识到，中国有菩萨心肠，更有金刚手段。拿了中国的好处就得乖乖的守规矩。敢翻脸不认人，那就准备好迎接风暴吧。守护海外利益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咱们辛辛苦苦积攒的几块钱资产，这更是一场重塑国家尊严、扭转国际看法的生死战役。各位，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吧，准备迎接更加残酷的斗争。只有用铁血手段捍卫了咱们的利益，中国这艘巨轮才能在这片波谲云诡的国际大航海时代中，真正赢得世界的敬畏。今天就聊到这儿吧，这个事儿吧，真让人挺憋屈的。对于这个巴拿马这种强盗行径，你觉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反制措施，才能把他们给打疼？欢迎在评论区畅所欲言哦。我是肖兰，我们下次再见。